装修不是抄作业，什么流行就装什么。特别是阳台装修，千万不要跟风装这10样东西，费钱还不实用，谁装谁后悔。你还别不信，这都是小东做装修行业15年来总结的经验教训。1. 不装超大落地窗，如果不是别墅，就别去追求那种大玻璃落地窗，价格死贵，通风效果还差，后期清洁也是个问题。要么花钱雇人清洁，要么还得配个擦窗机器人。最关键的是安全性还不好，特别是楼层高的，刮个大风你都得心惊胆战的。如果窗外有景观，想要视野好，就在玻璃中间加一根竖体，既节省了费用，视野也不受影响。2. 不装推拉门，特别是客厅面积不大或者采光不好的户型，就不要在客厅和阳台之间装推拉门了，室内不通透，还显得空间小。更不要装这老掉牙的过门石了，一点用处没有，还显得小气。直接客厅阳台打通，瓷砖通铺过去，这样空间才显宽敞，视觉上也更显通透。3. 墙面不做乳胶漆或微水泥，阳台湿度和温差都比较大，特别是南方地区，如果刷乳胶漆或者刮大白，时间一长，非常容易反潮起皮。至于现在流行的微水泥，工费高，成本贵不说，也很容易产生划痕或者表面变色发霉。所以阳台墙面建议直接地砖上墙，打理卫生省心，也更加耐用。4. 不装洗烘一体机，想彻底解放阳台，就不要装洗烘一体机，容量太小不说，烘干效果还差，即便是烘干了，衣服也是皱巴巴的，还得找地方晾晒。直接入手个洗烘套装，独立的热泵烘干，不仅容量大，烘干效果还好，烘完的衣服蓬松柔软，立马就能上身穿。而且独立的烘干机还带有绒毛收集器，特别适合养宠物的家庭。5. 不装木质洗衣柜，特别是阳台在南向的，常年风吹日晒，迟早会开裂、变形，甚至发霉。建议就做太空铝的加厚材质的金属柜，不怕太阳晒，更不怕水，并且美观还上档次。当然，唯一的缺点就是造型选择少，给人一种硬邦邦的感觉。但居家过日子还是以实用性为主，颜值是其次。6. 阳台不装布帘，阳台装窗帘的作用其实就是遮光，所以没必要做一层布帘一层纱帘。即便是你多花钱做2层，布帘那层也都是收在边上，占地方不说，后期还得花精力去清洗，所以不如直接做一层素色的纱帘就可以了。另外，一定要提前预留窗帘盒，传统罗马干外露不美观不说，积灰还不好清理。7. 不装隐形晾衣架，如果家里没配烘干机，有晾晒的需求，也不要装那种隐藏式晾衣架，因为家里的晾衣架基本都是天天用，很少有机会收上去，隐形不隐形根本不重要，何必花那冤枉钱。还有那种带消毒、烘干功能的晾衣架，也不要选，妥妥的智商税，就选择大品牌的基础款，有自动升降和照明功能的最实用。8. 不装复杂吊顶，阳台不要做太复杂的吊顶，尤其是那种木格栅吊顶，造价高，难打理，还压层高，不如直接吊一个平顶，边上预留窗帘盒。预算紧张也可以选择不吊顶，直接在边上加一个窗帘盒就可以了，简简单单，既省钱又美观。9. 不用红砖包管，阳台的下水管不要直接用红砖包管，不仅占空间，而且还不隔音。下水管最佳方案是直接包隔音棉，然后在外边做整排的柜子，把下水管隐藏在里面。这样做的话，不仅是功能性增强了，而且还更隔音了。10. 不装金刚网纱窗，除非是低楼层，否则不要装加粗的金刚网纱窗，妥妥的挡风神器，通风效果太差不说，更糟心的是还挡光。但粗大的孔洞对小蚊虫还束手无策，价格死贵，卫生还难清理。建议首选高透网纱窗，除了没有金刚网结实外，其他全是优点。视线好，不挡光，通风也不受影响，关键是网眼也细，完全能挡住小蚊虫。装修不是抄作业，什么流行就装什么。特别是阳台装修，千万不要跟风装这10样东西，费钱还不实用，谁装谁后悔。你还别不信，这都是小东做装修行业15年来总结的经验教训。1. 不装超大落地窗，如果不是别墅，就别去追求那种大玻璃落地窗，价格死贵，通风效果还差，后期清洁也是个问题。要么花钱雇人清洁，要么还得配个擦窗机器人。最关键的是安全性还不好，特别是楼层高的，刮个大风你都得心惊胆战的。如果窗外有景观，想要视野好，就在玻璃中间加一根竖体，既节省了费用，视野也不受影响。2. 不装推拉门，特别是客厅面积不大或者采光不好的户型，就不要在客厅和阳台之间装推拉门了，室内不通透，还显得空间小。
更不要装这老掉牙的过门石了，一点用处没有，还显得小气。直接客厅阳台打通，瓷砖通铺过去，这样空间才显宽敞，视觉上也更显通透。3. 墙面不做乳胶漆或微水泥。阳台湿度和温差都比较大，特别是南方地区，如果刷乳胶漆或者刮大白，时间一长，非常容易反潮起皮。至于现在流行的微水泥，工费高，成本贵不说，也很容易产生划痕或者表面变色发霉。所以阳台墙面建议直接地砖上墙，打理卫生省心，也更加耐用。4. 不装洗烘一体机。想彻底解放阳台，就不要装洗烘一体机，容量太小不说，烘干效果还差。即便是烘干了，衣服也是皱巴巴的，还得找地方晾晒。直接入手个洗烘套装，独立的热泵烘干，不仅容量大，烘干效果还好，烘完的衣服蓬松柔软，立马就能上身穿。而且独立的烘干机还带有绒毛收集器，特别适合养宠物的家庭。5. 不装木质洗衣柜。特别是阳台在南向的，常年风吹日晒，迟早会开裂、变形，甚至发霉。建议就做太空铝的加厚材质的金属柜，不怕太阳晒，更不怕水，并且美观还上档次。当然，唯一的缺点就是造型选择少，给人一种硬邦邦的感觉。但居家过日子还是以实用性为主，颜值是其次。6. 阳台不装布帘。阳台装窗帘的作用其实就是遮光，所以没必要做一层布帘一层纱帘。即便是你多花钱做2层布帘，那层也都是收在边上，占地方不说，后期还得花精力去清洗，所以不如直接做一层素色的纱帘就可以了。另外，一定要提前预留窗帘盒，传统罗马干外露不美观不说，积灰还不好清理。7. 不装隐形晾衣架。如果家里没配烘干机，有晾晒的需求，也不要装那种隐藏式晾衣架，因为家里的晾衣架基本都是天天用，很少有机会收上去，隐形不隐形根本不重要，何必花那冤枉钱。还有那种带消毒、烘干功能的晾衣架，也不要选妥妥的智商税，就选择大品牌的基础款，有自动升降和照明功能的最实用。8. 不装复杂吊顶。阳台不要做太复杂的吊顶，尤其是那种木格栅吊顶，造价高，难打理，还压层高，不如直接吊一个平顶，边上预留窗帘盒。预算紧张也可以选择不吊顶，直接在边上加一个窗帘盒就可以了，简简单单，既省钱又美观。9. 不用红砖包管。阳台的下水管不要直接用红砖包管，不仅占空间，而且还不隔音。下水管最佳方案是直接包隔音棉，然后在外边做整排的柜子，把下水管隐藏在里面。这样做的话，不仅是功能性增强了，而且还更隔音了。10. 不装金刚网纱窗。除非是低楼层，否则不要装加粗的金刚网纱窗，妥妥的挡风神器，通风效果太差不说，更糟心的是还挡光。但粗大的孔洞对小蚊虫还束手无策，价格死贵，卫生还难清理。建议首选高透网纱窗，除了没有金刚网结实外，其他全是优点。视线好，不挡光，通风也不受影响，关键是网眼也细，完全能挡住小蚊虫。新房装修，阳台到底要不要封？想必这样的纠结在每一个装修家庭中都会出现，也一直是家居行业比较有争议的话题。有的人会说必须封啊，不封会漏风漏雨，还很难打理卫生。然而也有的人会说，我就不封阳台，我喜欢吹吹春天里的晚风，沐浴着四季的阳光，封了还叫什么阳台？正巧我家现在也面临着封不封阳台的选择，就我个人的经验和真实感受，来和大家分别聊一下封阳台和不封阳台的好处和弊端，也希望能给同样面对装修选择难题的朋友们解决一些困惑。封阳台的优点都有哪些呢？关于这几点都会和日后生活息息相关，所以我认为比较有用，所以会重点讲下。1. 安全性高，且有保温隔音作用。首先，最大的好处也是大家最在意的，就是安全性，尤其是高层有孩子的家庭，就算有防护栏，孩子也是会到处乱跑，孩子的安全无小事。封完简直是给楼房家庭安了一把放心锁，且保暖性极强，这是肯定的。在北方的冬天温度格外的低，封完不仅能增加保暖性、安全性，还能阻隔不少外部带来的噪音。离马路近的伙伴们是最佳的选择，就不用担心每天听到车流的声音。2. 卫生好打理，封完的阳台还很好打理，室内的卫生搞一下就很容易，一般都是通铺的地砖、地板，扫地机器人都能帮你完成，省时又省力。而且到了刮风和下雨天的季节，特别的防灰尘能起到了有力阻挡，否则雨水过后真的很难打理。
封完的阳台就完全不用有这方面的顾虑。3、增加室内的使用面积，扩大了使用面积。适配装修风格也多，看起来整体规整，美观大方。这个空间足以做很多自己喜欢的事。阳台还可以用来健身、品茶、瑜伽等，或者做一个收纳式的阳台，放洗衣机、晾衣架，一侧打上储物柜，摆放自己喜欢的物品，是真的可以增加很多室内的储物空间。在当下特殊时期，居家休息时间做点喜欢的事情，特别的安逸，大大的提高了生活质量。那么封阳台的缺点都有哪些？1、影响采光和通风，床和被子等衣物没地方晾晒，阳光不能直接照射，起不到有效的杀菌作用，还会影响空气的流通，对流的风量肯定会减小，尤其居住楼层低的住户可能还会觉得压抑。因此也有很多住户选择安装新风系统，但是新风系统的风量还是远不及开窗户的量大，所以也会有很多人说价格贵，效果不佳，根本就是智商税。2、阻隔视野，封完阳台一定会阻挡观赏性，看窗外的景色不会那么直观，没办法眺望更远处的风景，没有开放式的视野通透。3、增加装修成本，带阳台的一般都是落地窗，也就意味着大，那么封起来的成本会高，非常现实的问题，一般价格也是不等，就算普通的断桥窗，差不多也要大几万，看你选的材质、材料决定最终价格。不封阳台的优点：1、适合老年人养花种草，因为我家有老人，会很喜欢外阳台，可以养一些绿植和花花草草，随意搭配，依靠自然环境生长，阳台上也是很方便打理。很多老年人更喜欢田园生活，独立的阳台空间可以在闲暇时间打发一下城市的喧嚣。围巾难能可贵的就是独属于自己的空间，这样边看花边看世界，寂静地享受着自己的绿色成果，这样的生活想必是惬意的，令人羡慕的吧。总结一下，在我看来，不封阳台的缺点还是蛮多的，总之是弊大于利。首先就是安全有隐患，保暖性差，噪音大，灰尘大。其次，高层风也会很大。还有一点就是蚊虫和飞蛾会趁虚而入。另外，阳台还要选用耐腐蚀的材料，否则腐烂的就是想翻新也会很麻烦。所以就我个人而言，还是比较倾向封阳台。封阳台选材和安装方面的建议：1、先来说下选用什么样的材料，这也关乎到使用年限和生活的舒适度。现在阳台装修用到的材料基本就是断桥窗、系统窗、塑钢窗3种主流形式。断桥窗优点有很多，由于断桥窗框架结构整体采用铝合金材质，具有良好的隔热性能和降噪效果，比较合适北方，屋内屋外室外温差大，而断桥窗凭借良好隔热性能，防止窗户出现湿气。我认为目前也是几种材料里性价比比较高的。系统窗其实和断桥窗有很多相似点，隔音降噪、隔热采光效果都很好，区别在于由于制作工艺、五金用料、研发设计等方面综合性能更强，稳定性更好，并且由于零件都是固定好的，系统窗安装也会稍加容易些。而且系统窗安装后都会考虑窗户等压，在设计上更加注重平衡室内外压力作用，水密性、气密性更加具有优势。当然，系统窗比普通的断桥窗价格也要贵很多，比较适合大宅或别墅的住户。塑钢窗是我们家装行业的老朋友了，凭借价格经济实惠、良好的性能占据了市场很多年，但自身的缺点也很多，比如耐热性和稳定性就不如断桥窗，且使用寿命短，用久了会出现变形、变脆的情况，比如适合预算较低或是临时性过渡住房的朋友选择。2、再来说一下窗户的玻璃选哪种形式。现在市场主流的基本都是钢化玻璃，和普通玻璃相比强度更高，且热稳定性更好，即便是受到外力冲击，碎了一般也不会伤到人。需要注意的是，选择钢化玻璃一定要认准 3C 认证标识。至于玻璃组成样式，具体选择双层中空还是3层中空玻璃，还是要根据自身的居住情况而定。像普通住宅选择双层中空的就可以了，它的隔音、隔热、采光效果就很好了。但是如果临街或者周围有商场嘈杂环境的住宅，建议最少还是选择3层中空的夹胶玻璃，确保把噪音降到最低。3、最后就是安装环节，3分材料7分安装，这一点也尤为重要。首先，安装前要认真测量，预留好足够空间。其次，安装时千万不要破坏墙体框架结构，避免日后造成墙体开裂、窗户框架变形等情况。另外，
安装时用到的密封条、玻璃胶、密封胶等材料也要慎重选择，尽量选择大品牌的，千万别贪图便宜，用劣质材料，否则会降低窗户的使用年限以及密封效果。说在最后，好了，说了这么多封阳台优点和弊端，其实要不要封阳台，还是看个人怎么取舍，同时也要根据南北方温度差异而定。比如南方的朋友气候四季如春，大多数还是选择开放式阳台较多，那么北方的朋友还是讲实用性、保暖性，所以基本上都是封阳台的居多。随着季节更替，又到了春暖花开的时候，相信也会有和我一样正在打算装修的小伙伴。那你们家的阳台是怎么考虑的呢？不妨和大家一起聊聊想法。现在很多人家里装修房子，不论是换窗户还是封阳台，大家都会选择断桥铝窗，但是多数人不了解普通的断桥铝窗和系统窗之间的区别。大家在逛建材市场的时候就会发现，市面上的普通断桥窗价格大概从几百到上千元一平不等，而一些品牌的系统窗价格却要贵到3、4千元一平。小东有一位多年的朋友，这几年一直在门窗行业跑业务，他向我透露说，可以把普通断桥铝门窗和系统门窗比喻成组装电脑和品牌电脑，这样大家可能更好理解。系统门窗是有自己的研发团队，包括型材、腔体、搭接以及隔热隔音条、整体的密封性、中挺连接件等等，全部是自己的研发团队开发。产品经过开模、经试验、调试后，送第三方检测，达到各种性能以后，产品才会批量生产投放市场。这也需要企业具备一定的雄厚实力，才能开发出专业的系统门窗产品。系统门窗主要是贵在型材、五金以及研发设计、综合性能等方面，所谓一分钱一分货。普通断桥铝窗相对于系统窗更加灵活，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配置部件，门窗所需材料，国内外厂家都可以选择。其次，普通断桥铝窗生产成本低，价格也相对便宜。小工厂断桥铝品牌一般花15万左右进一套门窗的加工设备，租个场地就可以进行门窗的加工生产了。型材、五金、角码、隔热条等这些基础材料都可以通过市场直接采购到，然后再根据客户不同需求进行加工组装。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制作工艺上的不同，普通断桥窗是机械组角，不注胶，而系统窗机械组角部是注胶处理的，因此在性能和稳定性方面也更好。那选系统窗或者普通断桥窗，价格在多少钱的合适呢？其实系统窗的价格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，具体要看用什么品牌的铝材，什么品牌的五金，玻璃是双层还是3层，都是价格的决定因素。普通断桥窗如果选性价比高的65-85系列，国产一线五金3层中空玻璃，市场价格一般在600到1000之间。选断桥铝窗重点要看哪些？小东的这位朋友也帮大家总结了辨别门窗好坏的6个关键点，按照以下的标准选购，基本不会踩坑。1、型号，很多人不知道型号应该怎么选，选65的还是85的，还是108、120的，型号不同有什么区别？其实这些型号指的是窗框的厚度，也就是代表落在窗台上的宽度。首先，想要性价比，就在65到80之间选，完全够用。其实很贵的108、120系列，大部分是窗纱一体式的，厚度只是铝材的中空距离加宽了，除了好看以外，对保温隔音隔热效果其实并没有很大提升。2、铝型材，型材相当于人的骨架，辨别好坏记住2点：第一，型材是原生铝还是回收铝，原生铝截面看起来表面光滑均匀。第二，型材壁厚才是决定窗户的稳定性、安全性的关键，最低标准也要1.4毫米起步。目前新国标规定壁厚1.8毫米才符合标准，价格低于600一平的，壁厚1.2毫米的，基本上都是回收再生铝。3、隔热条，隔热条它连接着内外2根铝材的，相当于骨头跟骨头连接的筋，主要起到阻隔铝型材的能量传递。市面上一般都是用 PA66 的，但也有用 PVC 来做隔热条的。PVC 材质风吹日晒很容易崩裂老化，而尼龙 PA66 的可以耐300度高温，好坏显而易见。简单的测试方法就是用打火机烧一下，是点不着的。4、密封条胶条，它是保证门窗密封性的，因为阳台经常是风吹日晒的，所以一定要使用3元乙丙橡胶条。这个就和咱们汽车门边上面那个密封胶条是一个级别的，抗老化能力强，外边再大的风也不会呼呼的响。5、五金配件也叫门窗系统的心脏，好不好用，安不安全，五金件很关键。问清楚商家五金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，
好的五金可以保证开关顺滑，几十年不会坏。国产品牌就看好博、鼎固、坚朗、国强、荣基，不差钱的可以用德国好博、诺托、斯吉利亚、西美克这几个进口品牌。6. 玻璃窗户选型材固然重要，但面积最大的却不是型材，而是玻璃。窗户是否能真正节能，以及是否安全，关键因素是玻璃。所以相比于铝型材，玻璃的选择也不容忽视。玻璃要根据窗户的面积大小，选择适合的厚度。一般玻璃厚度是5毫米，但是玻璃的面积超过2个平米，建议选择6毫米以上的。其次，钢化玻璃一定要有3C 认证标志，下面的编码一定要去查询一下，看是否是正规厂家做的钢化。想要保温隔热效果好，就选3层中空玻璃。建议中空部分最好预留9到15毫米的，中空距离过大，容易造成气体的对流，反而会影响效果。如果房子属于临街、临广场或是在闹市区，就要选夹胶的中空玻璃，关上窗就是2个世界。想要经济实惠，那选双层中空玻璃性价比最高。说在最后，所谓3分看产品，7分看安装，后期窗户会不会漏风漏水，还有安全性和安全有直接的关系，所以安装时也要注意这几点。第一点，拆除原有窗户时，一定要监督工人不要破坏外延墙体的整体性，以免日后内墙渗水。第二点，一定要盯紧，窗户固定点位之间一定不能大于60公分。第三点，窗边需要打耐候胶、发泡密封胶，这个一定要自己买质量好的品牌胶，而且打实打均密封性好。第四点，外窗台要确保有坡度下雨能及时排水。第五点，如果选择外开窗，一定要挂安全链，避免有掉落的风险。好了，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，请帮忙点赞、转发、关注小东聊家装，装修不迷路。新房装修是一件极其繁琐和让人心力交瘁的事情，就拿阳台和客厅之间打通的好，还是装推拉门好这件事来说，就会让很多业主纠结。毕竟装修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和决定都关乎到日后的居住体验。本期小东就和大家说说阳台装和布装推拉门的优点和劣势，给还未装修的朋友做一个参考。1. 阳台和客厅打通的利与弊。先说一下，我接触到的身边的亲戚朋友还是选择布装推拉门这个方案的比较多，主要也是因为以下几方面优点。布装推拉门的优点： 1. 空间更宽敞，布装推拉门客厅与阳台能够通为一体，从视觉上看，相当于阳台也是客厅的一部分，明显让空间变得更宽敞。特别是没有了推拉门的阻碍，可以将客厅瓷砖通铺到阳台，视觉上也有了延展性，能使客厅显得更加宽敞明亮。2. 采光更充足。阳台和客厅打通之后，因为没有推拉门的屏障，阳光可以直接照射到客厅里，室内的采光会更加充足，而且通风性也有明显的提升，尤其是一些小户型或采光不好的户型，打通阳台是个不错的选择。3. 阳台功能更丰富。客厅与阳台打通后，相当于阳台也成为了客厅的一部分，功能上等于有了更多的选择，比如可以改造成书房、健身区、休闲区、茶室等等，改造的局限性小了，使用效率也更高了。布装推拉门的劣势，当然了，装修的每一项决定都没有绝对的优点，有优点就会有劣势。布装推拉门也有以下几点不足的地方： 1. 室内温差变大。布装推拉门相当于阳台与客厅之间少了一堵墙，室内的温差会变大，尤其是住在北方地区的住宅，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冬天冷，夏天凉。夏季室内的温度会比平常高出2至3度，而冬季又会低2至3度。另外，如果夏天用空调的话，因为制冷面积增大，日常的耗电量也会增加。2. 阳台晾晒衣物显乱。没有推拉门这道屏障，无论是在阳台晾晒衣物，还是堆放杂物，都会尽收眼底，尤其是家里来了客人，一眼就能看到阳台，毫无隐私性。此时如果阳台非常杂乱，或者还是晾晒去，就会显得很尴尬。一点小建议，如果考虑打通阳台的家庭，建议购置一台独立的烘干机来解决衣物晾晒问题。3. 噪音增大。阳台布装推拉门，尤其是临马路的住宅，室内的噪音会有明显提升，因为推拉门本身是有隔音隔热的特性，没有了这道屏障，客厅的噪音声会增大。另外，如果阳台放置洗衣机和烘干机，那么工作时的噪音也会对客厅有一定的影响。一点小建议，对于临街或闹市区住宅，如果考虑打通阳台，建议封阳台最好用3层中空的断桥铝窗，对室内隔音效果会更好。2. 阳台和客厅之间装推拉门的利与弊。再说一下，装上推拉门有哪些优势和劣势。
其实，安装推拉门是装修中默认的做法，因为很多新的住宅在交付时，开发商就已经安装好的隔断门。安装推拉门的优势：一、空间独立。对于很多家庭来说，阳台就是晾衣服、堆放杂物、养花种草的区域。阳台与客厅之间有推拉门，可以很好的分割为相互独立的两个区域，空间功能更加独立。二、隔音效果好。客厅和阳台之间装上推拉门，相当于多了一道屏障，更有利于将室外的噪音隔绝，特别是对噪音很敏感的家庭。那么安装推拉门是很有必要的。此时再加上阳台的窗户，等于起到了双层隔绝噪音的效果。三、保温隔热效果好。阳台与客厅之间有个隔断门，相当于多了一道保温墙，自然对于室内的温度也有了明显的提升，等于在保暖隔热上也多了一层保护。这两点也是最实用的优势，所以很多住在北方地区的住宅选择安装推拉门的根本原因。四、防尘效果好。客厅与阳台之间安装推拉门，对于住在高层住宅的用户还有一点好处，就是阳台平时开窗通风时，关闭推拉门可以避免大量的灰尘涌入室内。五、安全性高。装上推拉门，相当于给阳台加了一道安全门。对于有小孩子和养宠物的家庭来说，可以防止日常玩耍时跑到阳台上不小心发生意外。安装推拉门劣势。可以说安装推拉门的优点很多，为什么很多人还是选择拆除推拉门呢？当然也是有它的不足之处，比如下面说的这几个方面。一、空间显小。对于寸土寸金的小户型来说，装上推拉门，从视觉上来看，确实会让空间显得更狭小，同时也会影响室内的通风和采光。二、加大装修成本。装上推拉门必然会增加一定的装修成本，就市场价来说，质量说得过去的推拉门一套下来，通常也得花费大几千。虽说现在新房交付时，大部分住宅开发商通常会把阳台推拉门安装好，但质量好坏就不好说了。如果打算拆除再重新定做的话，那费用更是翻倍。三、清洁问题。安装上了推拉门，必然会产生日常清洁问题，特别是有些推拉门下面还有突出的轨道，时间一长特别容易积灰积头发，很容易形成卫生死角。另外，推拉门的玻璃平时也容易积灰沾手液，无疑是给日常生活增加了家务量。总结一下，回到主题，到底是客厅与阳台打通好，还是安装推拉门好？其实对于这问题没有绝对的答案。通过上面的分析，大家也会发现，无论是哪种方案，都有它的优点以及缺点，所以还是要根据自身的住宅需求以及生活习惯来决定。比如户型比较小的住宅，或者是室内采光不好的住宅，就比较适合把阳台打通。那如果是临街或者是冬天比较冷的地区，更适合安装推拉门。那你家的阳台会怎么做？可以在评论区和大家说说你的想法。新房装修，多数家庭都会把自家的阳台封起来，而其中很多年轻人会选择落地窗的形式，除了颜值高，还有采光性好、视野通透等优势。但是我发现近些年越来越多的人装修不愿意封阳台了，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？本期小东就结合自身的经验以及身边亲朋好友的体验，来给大家说一说封阳台的利与弊，也给还未装修的朋友一些有价值的参考和借鉴。一、为什么封阳台会让无数人向往？分析存在以下4个优势。一、卫生好打理。不封阳台，虽说能保证室内和外界的互通，随时享受室外新鲜的空气，但开场式的设计相当于是直接裸露在外的小广场，天气好的时候没啥问题，如果一旦遇到刮风下雨天，那就会秒变灾难现场。像我们东北这边有点灰尘和雨水还好，如果是冬天下雪结冰，那真的是太难清理了，势必会让阳台的卫生情况变得很糟糕，而且还很难清理。如果封起来，这些问题都不存在了。封闭的空间，灰尘减少了不说，打扫卫生也省心。二、安全性高。如果是住在低楼层的住宅，不封阳台还好，但如果是高楼层住户，特别是家里有小孩、养宠物的家庭，不封阳台的话，一定会整天提心吊胆的。因为一旦小孩子或宠物不小心跑到阳台上去玩耍，势必会有一定的危险性。因此，出于安全性的考虑，不如干脆封上它。而且，封上阳台后，还能杜绝高空坠物导致的意外伤害，无形中又多了一份保险。三、节能性好，这一点毋庸置疑。封上阳台的话，室内可以更好的保暖，同时也增加了隔音效果。如果不封阳台，客厅不管是夏天开空调还是冬天开地暖，都会受到外边天气的影响，导致非常浪费能耗。封上阳台的话，
相当于给室内的门窗增加一道屏障，不仅能增加保暖性，同时还能有效地隔绝外边带来的噪音，不至于增加不必要的能耗。4. 提高空间利用。对于大城市居高不下的房价来说，家里的每一块面积用寸土寸金来形容也不为过，5平米也好，8平米也罢，与其说让它在外面风吹日晒的变成了浪费，倒不如封起来。不管是改造成生活阳台还是休闲区，都能大大的提升它的利用率。如果是生活阳台，养点花花草草，平时晾晒衣物，也不担心被阳台暴晒或雨水打湿。打造成功能区，比如说健身区、茶室也很不错。休闲时一边沐浴阳光，一边看书喝茶，相当惬意。小杰，看到这儿，你是不是也觉得装修时还是封上阳台比较实用的？但这一切的美好的常见，都是建立在3分产品7分安装的前提下。如果安装出现了问题，后期就会出现漏风漏雨的安全隐患。尤其采用落地窗封阳台，也会存在一些让人难以接受的弊端。2. 为什么年轻人不愿意封阳台了？落地窗封阳台的3大弊端。1. 成本造价高。目前封阳台材料普遍用的都是断桥铝门窗，虽然比传统的塑钢窗在保温、隔热性方面性能更好，但同时成本造价也高出不少。像我家亲戚100平的新房，基础装修8万就搞定了，但封阳台这一项却花了小2万块。用他的话说，装修哪都可以省，但落地窗是真不敢买便宜的，怕不安全啊。众所周知，大型落地窗封阳台之所以成本造价高，不仅是因为材料本身贵，还会涉及到安装和运输的费用。比如说，大玻璃落地窗一般住宅的电梯是进不去的，如果是高层住宅，只能采用吊装形式。其次，楼层越高，对于落地窗的抗风压性要求越高，所以包括窗户的型材、玻璃的厚度都要有所增加，价格也就自然水涨船高了。2. 封阳台存在的隐患。落地窗封阳台虽美，但安装落地窗存在的隐患也不可忽视。第一，承重问题。为啥很多新小区物业不允许业主私自封阳台？就是担心后期有安全隐患。因为都知道阳台封窗会增加阳台的承重。第二，会破坏阳台原有结构。想封阳台，就要拆除阳台原有护栏，如果凹槽回填不到位，后期就会出现积水渗水的情况。第三，安装问题。安装门窗一般会用到发泡胶固定、密封胶填缝，如果胶的质量不好，或者安装不到位，都会导致出现漏风漏雨的情况，而且时间一久，甚至还会出现门窗晃动的情况，那就太不安全了。3. 落地窗的弊端。再来说一下大玻璃落地窗自身的弊端。首先，落地窗面积越大越不安全，因为大玻璃会有自爆率的风险，即使概率只有3%，也是有危险的。其次，大玻璃落地窗会影响室内的通风，因为结构问题，开窗位置受限，这也导致原本通风很好的户型，瞬间变成了通风不畅的场所。另外，落地窗清洁难度也大，大玻璃风吹日晒的，几天不擦就会变得脏兮兮的，因为落地窗的玻璃面太大，即使借助工具也能难擦干净。3. 文墨皆语。总结一下，落地窗封阳台虽说有一定的优势，但反观弊端也很明显，比如成本造价高，有一定的安全隐患，安装不到位，后期还要漏风漏雨的风险，所以才导致很多年轻人不愿意选择落地窗封阳台了。像我接触到的很多朋友，因为有了前车之鉴，在2次装修时也果断放弃了封阳台这种装修方式。用他们的话说，与其花高价封阳台还会带来隐患，还不如在阳台与客厅之间安装推拉门来的实用，让阳台真正独立出来，不仅可以随心所欲的养花种草，还能随时随地享受大自然的阳光和通风。更关键的是，不封阳台还会节省很大一笔装修开支，把它投入在能提升生活幸福感的电器上嘛，岂不是更香？的确如此，在小东看来，不管是哪种装修方式，本质上都要满足实用性。落地窗封阳台虽然好看，但并不能带来杠硬的质量。如果是你，还会选择这种方式封阳台吗？